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宏達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。我們今天來到基隆的外木山外圍這邊來拍攝風景長曝照。你一定會有疑問，老師，在這種天氣，明明就是陰天，然後還飄着有一點毛毛細雨，然後風又這麼大，冬天來東北角這邊是不是找死？這麼好，根本就不好拍。但是我跟你講，我今天想拍的是一個長曝的風景照吼。那長曝風景照，我反而喜歡在這種陰天的天氣拍，因為第一個風大浪大，拍起来會很有成就感，霧化效果會很好。有時候在大晴天拍的時候呢，因為光線下來的時候，我沒辦法操控，所以我們有時候光線變化太大，我們也是覺得受控的部分。那我們今天除了拍長曝的風景照之外呢，我們會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常常在拍長曝的時候會遇到上面的一些問題。第一個就是你常常是在拍風景的時候都上了腳架，可是放大看的時候還有微震，那張照片等於廢掉，或者是為了要裝濾鏡的時候呢，錯過了那一些瞬間的光線，這個對我們在拍長曝的時候都是一些致命傷。那我們今天用一個方式來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怎麼用這些設備來解決這些問題哦。其實要拍出一張完美的長曝作品呢，我們需要是建立一套完整的 SOP。這一套 SOP 必須要解決掉3個核心問題。第一個就是必須要有戰術級的穩定的效果，第二個是能餵飽高像素的光學素質，第三個是帶有氣氛感的光線控制的部分哦。今天我将透過揚通的這個 T23 的腳架，再搭配上了Lee9跟星耀的24F1.8 的這一顆廣角鏡頭，跟卡瑟的3合1的這一款濾鏡，來示範一下我自己在戶外實戰的標準拍攝流程哦。穩定的基石呢，不只是快，而且是戰術級的穩定哦。對我們來講，最重要的東西就是架設腳架。風景攝影最主要是一個跟時間賽跑，黃金的時段呢只有幾分鐘。傳統腳架最致命的就是你要去轉動它，要慢慢的去用，要轉動4、5好幾個按鍵才可以架好。等你轉好了，就光線也沒咯。這也是為什麼我這一次會帶揚通的這個 T23 的腳架出來。它的核心價值在於戰術級的效率。你看這樣，只要單純的拉起來，它就架好了，你完全不用在那邊轉動它，直接拉動。它是一個單向的機制的拉動效率，我們不用預先解鎖，單手一抽就可以自定到定位。那我們在搶拍大景的時候，這有絕對的速度優勢哦。但是快不代表妥協哈，大家看一下這個管徑，這個管徑是碳纖維的管徑，它的抗扭矩的範圍非常的強烈，尤其是我使用的尼康的Lee9來拍攝的時候，它是一個重量級機身壓在這個腳架上面呢，它消除的不只是每一次的晃動，而且是每一次快門簾的震動都把你消除掉，這個才是專業腳架必有的素質啊。像我們今天風特別的大吼，它底座有提供了一個扣環的結構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有要拍攝要穩定的时候，你把你的攝影包勾在下面，它就像打了地基一樣，讓你的穩定度再度加強哦。有了穩定的腳架的部分，我們才有資格來談光學的部分。為了讓Lee9的4500萬像素的火力全開，我們今天搭配的是星耀的這一顆24.1.8的這一顆鏡頭。這顆鏡頭的堆料非常有誠意吼，它是11片。8組的光學結構設計，包含了3片的高折射鏡片、2片的非球面鏡片、3片的ED鏡片。這意味什麼呢？意味着就是你要拍長曝，對於這種長曝細節極度要求的題材下面，只要腳架夠穩，加上鏡頭的解像力，然後我們就可以從中心到邊緣都有極致的銳利畫質哦。腳架鎖上去之後，我蠻喜歡星耀這一顆鏡頭的好處是，它本身有附有了 AF 跟 NF 的切換鍵。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個切換鍵，我們把它轉過來給大家看一下。這個切換鍵是我們可以在拍攝過程中呢，你如果先對好焦，再把它直接切到 NF， 它就穩定住了，不會再變動它的焦點。然後這邊有一個 FN 的熱鍵也可以設定，這個對我們來講，在拍風景的時候非常的重要哦。我們現在手上拿的是卡瑟的3合1濾鏡，它本身是有可變 ND 加上了 CPL， 還加上了黑柔的3合1濾鏡。那它很簡單的是，我們先把它鏡頭蓋拿開來。那拿開來之後，它有附一個蠻不錯的鏡頭蓋，這邊可以直接做調整。你看到這可變 ND， 然後呢，這裡是可轉的 CPL， 它本身又帶黑柔，所以你看這個畫面它會折射出來。所以呢，你可以先把你的 CPL 先鎖定好你今天折射的光的範圍，再把這個做調整，去調整你要的亮度哦。那有一個高階玩家的秘訣，為什麼我們今天在拍風景還會上黑柔？
我們剛剛提到呢，因為腳架太穩，第9的鏡頭搭配上星耀的這一顆的24.1.8，畫面會太銳利，有時候我們覺得那個生硬感太重，太過切割，所以我們有黑柔的介入，它會讓這個畫面的高光變得比較柔和，也有一些氣氛，甚至一些電影鏡的感覺哦。而且加入了黑柔的鏡片之後，它會產生2種的化學反應。第一個是它把白光的高光數值產生了光暈，那這種光暈燻開其實是蠻漂亮的。而且長曝的時候呢，水面的反射的部分會暈開，變成夢幻的光陰的感覺，這也是剛柔並濟的感覺。那這個跟鏡頭負責的剛跟銳利，跟鏡頭賦予你的柔美的電影感，這形成反差的對比，讓畫面看起來更加的舒服哦。我們在拍的時候呢，我會稍微讓它快門慢個1秒左右，因為這樣子可以避免它有微震的情況。按一下快門有時候會微震吼，然後我們稍微等浪過來拍攝哦。像這樣浪還不錯，我們就開始稍微等1秒，讓它拍攝一下，稍微等一下畫面哦。你看到後面的仙氣真的非常足夠。然後我現在覺得有點天越來越暗了，所以我把秒數再增加一點吼，來調一下到6秒嘍。那剛好有浪打進來，那畫面真的很漂亮，我很喜歡那種霧化的感覺。但是有時候太滿，我們再縮一點點吼。然後我們先對焦的是前面的部分哦。好，霧化的效果出來了，我們再把它对焦到後面，一樣前後各拍1張哦。然後我們稍微等浪打進來，快拍。哇，滿潮的感覺真的很棒。你退潮的時候也可以拍1張吼。哦，效果真的很喜歡。但是我觉得刚刚最漂亮的应该是有一张那個浪打進來的畫面，這時候它裡面有帶一點點的水，其實畫面的層次真的很漂亮，我很喜歡哦。我們來複習一下我們今天拍的流程的部分哈。第一個，我們先把腳架架到一個我們覺得畫面上面好看的景，像我這邊有前景、後景都會有結構，而且有主體性很明確的東西出來。那我們架好腳架之後，我們把濾鏡跟相機放上去，架好以後，先拍1張沒有濾鏡的版本。拍完之後，確定好這個畫面構圖是我們要的，我們再加上我們的濾鏡，然後把 ND、把 CPL 加上去。加上去之後呢，我們再來做一個長曝。那長曝的重點就是把你 ISO 調到最低，然後把秒數調到你覺得合適的範圍。那光圈差不多在 F8。那我覺得 F8是相機畫質最好的狀態下啊。如果像我調 F8，是因為我覺得我可以拍前後景來做一個合成的部分，而且我今天用的是24，本來就是廣角，廣角拍出來它景深上面並沒有的那麼淺，所以對我來講是夠用。所以我們今天來做這樣的拍攝，然後長曝完1張之後，你就會得到一張充滿仙境的畫面。那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一次拍的照片，如果你想要這樣子教學的後製，你也跟我說一下，那我會跟大家來反映一下，然後看是不是來做一個後製的教學影片哦。最後我想跟大家說的就是，一般的攝影師在捕捉那個剎那，但是長曝攝影師在捕捉收藏時間。當快門打開那幾秒鐘，我們不只是在記錄光線，我們在記錄的是地球的呼吸、海浪的推移、雲層的流動，都凝聚在這一張照片當中吼。大家可以看那些照片，那看那些照片呢，為了這幾分鐘、幾秒鐘的寧靜，我們需要絕對的穩定來支持，然後還要有更好的光學數值來還原我們看到的畫面。那這一套器材給我最大的安全感就是，我們可以把這些時間放心的交給相機、交給腳架、交給這些濾鏡跟鏡頭，用我們的雙眼去記錄，也看得到這一些眼前的風景，而且我們把這一些流動的時間全部收藏下來，好好的帶回家了。我是 Honda， 我也希望你在這個長曝的世界裡面取得你心中想要的寧靜。那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，記得幫我點讚、訂閱，還要開啟小鈴鐺哦。感謝各位，拜拜。